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牛逼的男人。他徒手打造熔爐燒制鐵器，在野外搭建出气派的河景庇護所，以及工程量巨大的跨河大橋。之後更是徒手編制魚簍，捕獲小魚，成功解決野外的食物儲備。小日子過得簡直不要太爽。由於強哥1星期交不上7次作業，被老婆趕出家門，無奈的他只能獨自来到野外生存。考慮這裡有在野外生活最重要的水源，而且一圈還有數不清的搭建材料，於是強哥當即決定在這裡安家落戶。為了看清新家周圍的大致情況，只見他先將碍事的雜草清理一番。隨後強哥檢查了一下新家的整體輪廓，卻發現崖壁之間的空隙過於狹小，而崖壁之間的岩石又太過堅硬。為了讓內部擁有合適的居住空間，強哥便立即展開了工具的打造工作。只見他先是驰骋着雙腳來到野外，收集来大量这種野生藤条，打算制作出一個可以運送材料的背篓。得意周圍的雜草長得異常茂盛，讓強哥不到半小時就收集到滿滿一堆。接着強哥又採用專業的手法，通過不斷纏繞的方式將其編織，很快就得到了一個堅固且耐用的容器。而至於剩下較為細小的部分，強哥選擇將其制作成一雙草鞋，只需牢記变偶不變符號看象限的原理，就能編織出一個相當柔軟的鞋底。而後強哥在樹枝上褪下一些樹皮，通過手掌的不斷揉搓，將其制作成用於穿戴的麻繩。畢竟野外的地面崎嶇不平，即使硬核如強哥也不得不怕扎腳。等給自己升級完防護裝備，強哥就麻溜開始了工具的制作。只見他先是在樹上摘下一片棕榈葉，而後將其裁剪出長方形的形狀，接着只要另取一根树枝，並用之前制作出的麻繩加以捆綁，打造出燒制鐵器的鼓風機。而要想在野外燒制出鐵器，還少不了一個火力足夠的熔爐。隨後強哥使用收集來的粘土，在一圈堆砌出聚集風力的圍牆，同時為了防止內部的扇葉產生位移，強哥又在中間固定上一個石塊。等組裝好熔爐的風力部分，現在就能將頂部完全密封。等為熔爐做好了火力加強的部分，接着强哥又按照相同的辦法，在一旁搭建出鐵器的熔煉區域。而為了防止燃燒後的木料在內部堆積，中間還需安排上便於排出廢渣的火柵。都說在野外就要懂得利用附近的資源，這一方面強哥可以算是運用到了極致。眼看熔煉鐵力的爐具打造完成，強哥也順勢收集來2個較小的石塊，通過反復的敲打將中間完全打通。這一步主要是為了給鑽木取火增加配重。而後強哥將麻繩固定在頂部，並取來一塊石子將頂部打磨尖銳，現在只需將其固定到木棍的另一端，既能作為原木的開孔器，也能充當鑽木取火的鑽火棍。而眼看有了野外版的打火機，強哥也麻溜地收集來一些乾草，測試新裝備的整體效果。隨後強哥在遠處撿來一顆椰殼，並順勢在小溪裡淘洗乾淨。由於富含鐵礦石的沙粒比較沉重，在河水的沖刷下會聚集在河道兩旁，強哥將其收集來裝在淘洗好的椰殼裡，接着再通過粘土搭配木炭進行調配，讓其能達到更好的融合效果。都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，作為擁有10坤年野外經驗的男人，強哥深知要想鍛造出鐵制工具，僅靠木柴的溫度還遠遠不夠。只見他再次收集來大量粘土，在一旁搭建出圓形的粘土牆，順帶在底部開出煙孔後，接着強哥又去野外收集來一些原木，打算徒手制作出燒制鐵器的木炭。只見他先將原木處理成合適長度，而後密集的填充在粘土牆中。只需利用粘土將洞口完全封閉，讓原木在隔絕空氣的條件下進行熱解，半小時後就能從而制作出燒制鐵器所需的木炭。隨後強哥將其填充到熔爐當中，接着在裡面放入調配好的粘土，現在只要啟動鼓風機進行燒制，就能燒制出鍛造鐵器的鐵力。由於制作鐵器需要耗費大量材料，接下來的2天半時間，強哥不是在燒制木炭，就是在重複制作鐵力的過程。雖說整個工作看上去複雜，但為了能在野外盡快安家，強哥就像是上了發條的機器，一刻都停不下来。眼看所需要的材料打造完成，接下來就能開始鐵器的制作。隨後強哥先是取來一些黑色的粘土，搭配木炭制作出燒制的乾鍋。作為野外建造界的專業選手，任何困難都不能阻擋強哥搭建新家的腳步。而隨着熔爐內的乾鍋燒制完成，強哥也順勢在內部放入鐵力，準備開始鐵器的鍛造。得意有了之前打造的人力鼓風機，熔爐也很快達到了上千度的高溫。在等待內部鐵力融化的時間，只見強哥取來一塊膠泥，並在上方刻出刀具的大致輪廓。隨着將燒制好的鐵水倒進模具，強哥也順利宣布進入到鐵器時代。
為了讓工具使用起來更加順手，鍛造好的鐵器還需好好打磨一番。雖然這項工作看上去困難，但凡事講究個熟能生巧。有了近些天的野外經驗，強哥的生存能力早已今非昔比。等為制作好的刀具開出破傷風之刃，強哥又順势按照相同的辦法，用模具制作出錘子以及凿子。眼看做完搭建庇護所的準備工作，此時強哥的肚子也是餓得喵喵直叫。隨後他從野外收集來一些藤條，打算制作幾個魚簍用來果腹。得以有了剛才打造的工具，不到半小時的時間，強哥就将捕魚的魚簍制作完成。不過要想讓小魚有來无回，魚簍中還需放入可口的誘餌。隨後強哥在小溪裡收集來一些海螺，接着又在岩石上將其通通搗碎。而為了能一口氣吃上足夠的美食，強哥就這樣一連制作出好幾個魚簍。順勢再將其擺放到小溪之後，強哥就迫不及待地在一旁升起篝火，接着在地面釘上幾根原木，並固定上一塊石板充當烹飪的爐灶。隨後強哥查看了下剛才擺放的魚簍，本以為簡易的裝置捕獲不到太多漁獲，沒想到卻一連收穫到一家10幾口。而眼看有了可以烹飪的食材，強哥也是立即將其烹飪成小魚乾。隨着補充好足夠的體力，接下來就能開始庇護所的搭建。得以有了之前打造的鐵錘以及凿子，現在只需在岩石的底部升起篝火，利用熱脹冷縮的原理，讓頂部的石塊逐漸開裂，而後就能使用工具將多餘的部分整體拆除。為了讓新家擁有足夠的活動空間，強哥就這樣不斷地向內擴建。經過他一場酣暢淋漓的挖掘，崖壁下也很快出現一個2米見方的洞穴。隨後強哥將地面好好清理了一番，並順勢收集來大量粘土。由於接下來他還打算鋪設地磚，只有這樣才能讓地面擁有一定的平整度。至於庇護所地面所使用的地磚，強哥特意選擇這種平整且光滑的溪流石。雖說這些石板的形狀沒有規則，鋪設起來十分麻煩，但好在主打一個量大管飽，讓強哥只需沿着崖壁的邊緣一塊塊緊密鋪設。都說要想新家住得好，地基就得打牢靠。眼看做完了搭建庇護所的準備工作，考慮接下來少不了原木的處理，於是強哥又按照之前的方法，取來一塊粘土開出斧子的模具。作為擁有10坤年野外經驗的男人，強哥知道只有擁有趁手的工具，才能讓接下來的工作事半功倍。接着强哥带着斧子去拜訪了一下樹兄，隨後就帶回了树兄送給他的見面禮。只不過考慮樹皮容易加速原木的腐壞，因此還需要統一来上一套包皮處理。等將收集來的原木處理乾淨，強哥就急忙開始了主體框架的搭建。要問在野外沒有鐵釘怎麼固定，那自然是在原木的銜接處開出卡槽，使用傳統的榫卯結構進行相連。得以有了之前制作的專業工具，不管是給原木的兩端開出孔洞，還是使用廢棄的木料制作木栓，強哥都能游刃有餘地完成。看他搭建起來這麼簡單，總給我一種我上我也行的錯覺。隨後強哥將制作好的框架轉移到崖壁下方，拼接起來測試下新家的整體效果。雖說整體的面積不大，但好在強哥只有獨自一人，所以這麼大的面積就完全足夠。而隨着確定出庇護所的主體面積，接下來就能展開牆壁的搭建。隨後強哥將剩餘的原木處理成長方形，並在上方制作出可以固定的木栓。這一步主要是為了方便後期預留門窗，同時也能讓新家看上去更加美觀。而看似隨意的搭建，實則已經將力學結構運用到了極致。儘管這裡沒網沒電，交通不便，但對於強哥來說，也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生活方式。為了能盡快住進親手搭建的新家，他每天都要搭建25個小時才肯休息。隨後強哥在角落的孔洞裡升起篝火，讓庇護所內的濕氣加速烘乾。而搭建圍牆的工作看上去簡單，視頻中只有幾秒鐘的畫面，往往需要強哥好幾天的時間去完成。但凡我有這個毅力，去上市公司起碼也得是個經理起步。考慮野外的朋友可能會不請自來，因此還需再為其制作一扇气派的大門。得以有了剛才搭建圍牆的經驗，不到半小時的時間，強哥就将本不規則的原木拼接成一扇相當气派的大門。隨着庇護所越來越有家的模樣，接下來就能將屋頂完全密封。只見強哥在屋頂裝上幾根原木充當龍骨，而後就開始收集充當瓦片的溪流石。作為在野外講究一點細節的男人，在收集到足夠的石塊之後，強哥都要細心地將其處理成方正的石板，這樣可以減少屋頂瓦片之間的縫隙，防止雨水從邊緣處滲進室內。最後只需在瓦片的邊緣開出孔洞，並用麻繩進行捆綁，就能牢牢地固定在屋頂上方。而眼看庇護所越來越有家的模樣，強哥也再次踏上了自給自足的道路。夏季的樹洞中長滿了剛成熟的蚕蛹，內含的蛋白質是牛肉的好幾十倍。強哥也選擇將其作為烹飪的食材，只需將收集來的蚕蛹在石板上加以烘烤，10分鐘後
就能吃上香噴噴的炭火殘油。吃飽後，強哥在新家小憩了一會兒，考慮出門的時候游來游去太過麻煩，因此他決定再搭建一座跨河大橋出來。只見強哥先是收集來一些原木，接着再去除掉表面的陳年角質。等將收集來的原木處理乾淨之後，強哥又順勢在上方開出卡槽，釘上木栓充當連接的固定軸。儘管只是用原木簡單的拼接，但有了野生鐵釘的輔助，也能確保大橋主體的穩定性。隨着所需要的框架制作完成，強哥又将其通通轉移到河內，使用交叉的方式進行拼接。都說三個人的愛情不完美，但三角形的結構卻非常牢固。框架搭建完成後，接下來就可以制作通往兩岸的橋面。只見強哥先是在上方固定上幾根原木，以此來加固跨河大橋的底座，接着再收集來2根長達5米的樹胸，按照和之前一樣的方法進行固定。最後只需在兩端開出連接的榫槽，並順勢在河岸裝上台階的支撐柱，而後就能取來原木在上方依次鋪設。出於對安全的考慮，木橋的兩邊還需安裝上防護的圍欄。現在這大橋的牢固程度，就算我200多斤的男友來了都踩不塌。要是踩塌了，那就當我沒說。眼看搭建的庇護所順利竣工，當務之急就是解決野外的用餐問題。只見強哥取來一些土壤搭配木炭，調製出用來燒制陶器的粘土，而後再通過專業的手法將其打造成好看的圓形餐盤，最後再放進熔爐裡加以燒制。2小時後，隨着熔爐裡的陶盤燒制完成，強哥也正式迎來了新家的第一頓美食。得益之前在小溪裡放置的魚簍，讓強哥根本不用為食材的問題發愁。而作為講究一點儀式感的男人，強哥還為其進行了細緻的擺盤，相信要不了多長時間，強哥就能將這裡打造成屬於自己的世外桃源。